再次重来，李姐拉着我要和我换命，她要我来当神女。她不知道我等这天等了多久。传言云家每100年诞生一位神女，圣洁高贵，受天下众生敬仰。云家也以神女为荣。这一代云家只有2位小姐，我和嫡姐云瑶。但在神谷觉醒前，云瑶找到我。青瓷，你想不想当高贵无双的神女？我们换骨好不好？我把神骨给你，让你成为神女。她手中握着一把剔骨刀，一双妙目紧紧盯着我的脸，仿佛只要我点头答应，她立马会将那根人人钦羡、晶莹剔透的神骨换给我。我捂着心口，脸上的煞白还没有完全褪去。前世云瑶违逆神女身份，对我下了禁术，让我浑身筋脉断裂，血流不止，最后活生生痛死在帝王的怀里。这一刻，我确定云瑶同样重生了，唇角挂起一丝极淡的嗤笑。她重来一次，眼界还是这样狭隘。醒来后的第一件事，竟是来找我换骨。云瑶眼底划过冷芒，语气也变得急切狠厉。云青瓷，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日就算你不答应，我也会。我轻飘飘打断云瑶的话，我答应，姐姐将神骨给我，我求之不得，怎么会不答应呢？闻言，她眼中迸发出光芒，握着剔骨刀的手都激动得发抖。你真的答应？青瓷，你真是我的好妹妹，成为神女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事，我们赶紧换骨吧。她催促道，生怕我察觉不对后再反悔。偷肉取骨本该痛到极致，云瑶却是满脸狰狞得意的笑，她满手是血，把神骨换入我身体。这一世终于轮到我嫁给他，成为他身边的皇后，享受万千荣宠。云青瓷，这是你选的，就让你去当枯燥乏味连感情都不能有的木头神女。前世在及笄之后，云瑶觉醒了神骨，成为云家100年来身份最高贵之人。那一日，彩霞漫天，百鸟齐鸣，一圈圈盘绕在云家上空。看到这一幕的人无不给高贵的云瑶下跪，云瑶也以她的神女身份为荣。可是好景不长，成为神女后，云瑶必须恪守清规。她穿着白色裙子，一年四季都是如此，身上不允许有一丝点缀，每日吃的也是素食斋饭，再也不能弹琴焚香，不能听戏观舞。她天不亮就要起床，跟着师傅学习心法，抄写经书，摒除作为凡人的一切杂念感情。云家请来的师傅很苛刻，云瑶背错一句话就要挨手板子，但凡偷懒少抄了经书，便要去院子里跪着。云瑶慢慢开始心生抱怨，这和她想象中的神女生活完全不一样，简直像是尼姑庵中的尼姑。而我因为庶出身份，又没有神骨，被云家大夫人带在身边教养。她为我请来京城中最好的舞娘、调香师、私塾先生。云瑶背诵冗长拗口的经书时，我赏花饮月和世家子弟郊游，出口成章，赢得满堂喝彩，很快就夺得了第一才女的名头。她终日只能吃清淡斋菜，断绝口舌之欲，而大夫人却觉得我太瘦了，身姿不够曼妙丰腴，山珍海味、各色精致点心一溜烟往我院子里面送。那些送饭下人奴才故意走过云瑶的院子门前，食盒里溢出的香味引得她不住咽口水。当晚，身为高贵神女的云瑶偷翻入厨房，不顾形象，狼吞虎咽吃了半只烧鸡，被她的师傅发现，一顿冷声斥责：不断情绝欲，心怀天下苍生，如何才能成为真正神女？飞升上界。她的师傅让她去催吐，吐干净了，练得让这些荤腥之物污浊了她的神骨。身负神骨的神女，积攒够了功德，是有机会长生不老、脱凡飞升的。但显然，云瑶并不想飞升，成为真正的神奇。当晚他们师徒爆发的争吵声，连我的院子里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云瑶说成神飞升是虚无缥缈的事，她才不要活得这么苦，她要跟我一样吃香的、穿好的。又道，为什么偏偏她才是神女？因为她大逆不道的话，云家请来的师傅气得脸色铁青，差点拂袖而去。我爹和大夫人更是对她一顿斥责，
关他到云家后山的石洞中反省。云瑶闭关反省后，我换上大夫人精心准备的奢华舞裙，带着五光十色的首饰，在云家晚宴上一舞倾国。就连当朝君王也被我风采吸引，打翻了杯中酒。很快，我被轿子抬入宫去，从贵妃一路晋封为后。传言君王裴景渊对我宠爱至极，送我举世无双的凤羽裙、龙骨制成的玉骨琵琶。直到1年1次的祈福会上，云瑶作为神女入宫，为帝王为江山祈福。她听到了我圣宠的传闻，见到了俊美威仪的裴景渊。云瑶放下神女身段，破了戒律，多次暗中撩拨裴景渊，愿意为他放弃成神永生的机会，留在他的身边，做他的女人。但裴景渊对他疏离冷漠极了，见到他只有恭敬。他说云瑶贵为神女，他不敢有半分亵渎，不敢拿江山社稷做赌。他一边拒绝了云瑶，另一边却因为我喜欢跳舞，掏空国库修建凤来台，只为了我在上面起舞的舞姿能让皇城百姓都望见。云瑶这些年积攒的极度不甘，顷刻间毁天灭地般涌出。他用自己性命为代价，对我施展了最狠毒的禁术。看我痛得蜷缩在裴景渊怀里，不停地吐血，他癫狂大笑，一脸的快意扭曲。我不允许！我才是神女，是天底下最高贵的女子。云青瓷，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成为皇后，得到她的专宠？去死吧！我没有的，你也不需要。所以重来这一世，云瑶刚苏醒，便迫不及待和我换骨。我淡淡看了一眼他，唇角讥诮微勾。他还不知道裴景渊对我的宠爱从来都是假的，我这个皇后只是他白月光的挡在替身。及笄那一日，同样的霞光溢彩，百鸟齐鸣，围绕在云家上空一圈圈盘旋。只是这一世觉醒神骨，成为神女，万众瞩目的人变成了我。云家所有人向我跪拜，大喊着。这些人看我的眼神敬畏又狂热，将我奉若神明。就连我走路的地都铺上了一层毯子，不让我的足尖沾染上一点尘埃。我喝的水是云家专门派人接的无根水，送到我面前的葡萄水果，每一颗都晶莹剔透，犹如宝石。前世云瑶过着这样人上人的日子，她却一点也不珍惜在乎。目光抬起，我扫了过去。这一世云瑶和云家其他人一样跪着仰望我，唤我神女。她眼底极度的光芒闪了闪，神女庇佑苍生，身份高贵，无人能及。就连前世我成了皇后之后，见了她都要行跪拜大礼。可这一次轮到她跪拜我了。他们起身后，大夫人也就是嫡姐的生母拉过她的手，不无惋惜道：我的瑶瑶生来便与众不同，没想到觉醒神骨的人是她，竟然不是你。云瑶的脸色白了白，她当然不敢提和我换骨的事。云瑶大概想到她以后也能踏上和我前世一样的命运，嫁给裴景渊，成为一国之后，脸上阴云尽扫，露出明媚的笑容，安慰她娘亲：成为神女有什么好？我一点也不稀罕，不能动情有邪念就算了，就连吃的穿的，哼，连我们云家下人都不如。我听到她的话，心中明澈。云瑶大概记恨很久了。我穿着柔云锦剪裁的罗裙，佩戴着八宝璎珞，隐隐约约露出纤细的腰肢和玉白的胳膊，她却只能穿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白衣，连发簪都不能戴，驱除一切欲望。凭她这样短浅的目光，大概永远也不会想明白，大夫人在我身上的每一处付出都是标好价的，需要我加倍回报她。真正的大家闺秀哪里需要学习调香、歌曲武艺，她从一开始就将我当成一件玩物在培养。穿最好看的衣裳，戴最华美的首饰，参加京城各种宴会，第一美人，第一才女，只是吸引王孙公子的虚名。他或者说整个云家从一开始就打算将我送入皇宫，作为美人旗为整个家族铺路。而云瑶放着高高在上的神女身份不要，争着抢着当一枚随时被抛弃利用的棋子。我禁不住笑了笑，大夫人脸上划过一丝惊讶：你怎么对神女的事这么了解？说的像是当过神女一样。行了，你不是神女就留在我身边，我多找几个夫子教你琴棋书画。云瑶美眸睁大，
不满道：为什么不教我歌曲武艺？上辈子明明你这么教。他自觉失言，当即住了口。大夫人皱着眉头：什么上辈子？云瑶脸色不好的闭上嘴。以我对她的了解，她一定会想办法学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技艺，用尽手段吸引裴景渊的注意。觉醒成为神女后，云家人很快将前世教导云瑶的神秘师傅带到我面前。我呆滞了片刻，看着眼前美得不似凡人的人影，回不过神。前世云瑶的院子是圣地，任何人不能随意踏足，哪怕我和他隔得不远，也没见过他的师傅一面。教导他的师傅竟这么年轻，一袭广袖白衣，层层叠叠，长身鹤立，看向我的眉眼深邃出尘。我捂着心口，突然痛了起来，如同刀绞，脑海中没有见过的画面不停闪烁，快得我抓不住。我忍痛颤抖地叫出了师傅2个字。如雪的白衣来到我面前，冰雪初融的嗓音响在耳畔：你终于记起来了。那些画面化作尘烟散去，心口疼痛跟着平息。我才发觉，我竟一直紧紧抓着他触之如玉的手腕。他神色沉静，一点不在乎男女之别，任由我握着。我赶紧松开，他垂下清寒的眸，直视着我道：我是玄寂，以后就是你的师傅，你跟着我修行，这一世你必须得成神。拜师之后就必须静静心池，池水会净化削弱凡人的七情六欲，这是神女的必经之路。如果心中欲望越重，池水腐蚀的感觉也越痛。这一汪池水是师傅玄寂带来的，前世云瑶也经过静心池的洗礼，她的惨叫声到今天我还没忘记。那时候她挣扎着要从池水里出来，哭得凄惨至极。师傅好疼，再泡下去我会疼死在里面。至于玄寂，似乎用淡到骨子里的声音说：你烦心太重，不拔除物，日后一定会犯下大错。这一世静静心池的人轮到了我。青瓷，脱衣进去，师傅会在外面守着。清灵的声音似乎比前一世多了一丝极淡的温柔。我抬起2手开始解衣裳，玄寂还是没有要出去的意思。师傅，我要脱衣服了。玄寂微不可见，点了点下颌，红颜枯骨，酒肉皮囊，在我眼中没有差别。勘破欲念是修为的根本，这算是师傅的考验之一吗？我一咬牙，背对着玄寂，把外衣脱下，身后的人仿佛不存在，冰雪一般的清冷寒意萦绕，连呼吸声都听不到。我的手落在腰间玉带时，门帘一撩，玄寂无声地出去了。脚尖碰到静心池，一股寒意传来，我哆嗦了一下，狠下心，任由池水将身体淹没。剥离七情六欲的痛楚，犹如长满利齿的小鱼啃咬，有一点疼，但绝没有云瑶疼得那么惨。在我泡得昏昏欲睡时，玄寂出现在池水边，将一袭和前世没有区别的白色裙子放在池水边，不起波澜道：以后你就穿这个。换上裙子，裙子料子很柔软，竟是出乎意料的合身，也确实从头到脚遮盖得严严实实，宽松飘逸，没有故意勾勒出胸脯腰肢。也许云瑶不喜欢这样古板寻常的衣服，我却很喜欢。上辈子大夫人给我的衣服，处处暗含心机，有意凸显身线，恨不能吸引所有目光落在我身上。旁人窥探的目光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只是云家培养出来讨男人喜欢的花瓶玩物。如果非要选，我更愿意做高高在上，任何人不能染指的神女。玄寂的表情和声音一样冷淡。我说过这一世渡你成神，明日卯时起来跟我学习心法。我点点头，没有异议。卯时不过天微微亮，天际还挂着浅淡的弯月，泛着暗蓝色。我已经起身，跟着玄寂学习心法，一遍又一遍抄袭他给我的经书。经书冗长拗口，读下来昏昏欲睡，头昏脑胀。一墙之隔的外面传来云瑶的笑声，她在指挥着婢女们把她的剑子拿下来。她跟在生母大夫人身边很自由，大夫人待她远不如待我时那样严厉苛责。我琴音弹错了，大夫人会冷着一张脸对她说，我让她很失望。为了跳出极致轻盈的舞曲，冬日里大夫人命我脱去鞋袜，在刺骨薄脆的冰面上起舞。玄寂手中的板子没有留情打在我手心上。青瓷，走神了，方才背到哪还记得吗？他生气时语气比腊月的风还没有温度，鸦雨下的寒眸定定望着我被打红的掌心。他站起身子，继续冷声道，你不想认我为师，想继续留在10丈红尘里，我也可以成全。明明他淡漠的脸上没有变化，但我能感觉到他真的动怒了，焦急又害怕地拽住他洁白的衣袍。师父别走，我错了，我没有动凡心。与长生与成神的俯瞰众生逍遥自在相比，这点凡间短暂的欢愉情爱算得了什么？前世我读那些戏本，时常不明白，怎会有仙人神女愿意为了凡人短而易变的情爱，放弃仙神身份，坠入红尘，和凡人短短厮守几十载，太可笑了。但见过云瑶死前疯癫的样子，我明白了，有些人把情情爱爱看得比前程性命都重要。我再度开口，师父，我不想沦为玩物，我想变得强大，天地都不能阻挡我，我要谁都不能主宰我的命运，为自己而活。玄寂停下步子，他缓缓抬起宽袍广袖下的手指，冰凉的指尖宛若玉镯，
落在我头顶揉了揉。这个无比熟悉的动作，我一定在哪见过。不等我细想，我听见师傅轻缓下来的声音，这才是我的好徒儿，真正的青瓷。休息之下，我身体越发轻盈，灵台透彻。云瑶的毽子落在了院子中央，他借着拿毽子的名义，硬是闯了进来。院子里面用玉石铺地，一片素白，连一棵树一盆花也没有，更别提其他的装饰。云瑶看到眼前熟悉的景象，露出同情的笑。妹妹，这一年来你过得很不容易吧？师傅严厉，不苟言笑。你看整个院子没有一点生气，活像个棺椁囚笼，终日便是打坐、抄袭、念诵经文，恪守清规戒律，这样的神女连尼姑都不如。云瑶嘴上涂了胭脂，金钗玉翠，绫罗裙裾翩跹，走动之间露出一截勾人的脚踝。我淡淡看了她一眼，没有反驳的意思。红尘俗物，美人枯骨，哪里比得上修成大道，成为真正万民敬仰的神女？变强往上，向来是一条极为难走的路，但我愿意走下去，谁都不能撼动。云瑶以为我默认了她的话，更加得意。青瓷，云家很快就要办中秋晚宴了，到时候君王也会来。你前世跳过的舞，我早已练过千百次。终于裴景渊要爱上我，接我入宫了。我终于抬眸看向他，云瑶满脸的欢喜期待，就连双颊也透着一层红晕。出于神女怜爱众生的悲悯，我出声提醒他一句，别进宫，进宫之后你会后悔。裴景渊对我的宠爱，一国之后的荣华，全是他有意装给别人看的。云瑶脸色骤变，像是被人踩住尾巴的猫，她攥紧了手指，冷笑，你就是嫉妒我。云青瓷，你和我换骨，是不是后悔了？云家这么多的神女里面，也没有一个真正飞升成神的，所以你又想勾引裴景渊做他的皇后，我不会给你机会了，是你答应和我换的，这辈子你只能当清心寡欲的神女，看我怎么成为宠冠天下的皇后。没过几日，云瑶在琼林宴上大放异彩，文人墨客对她无比推崇，称赞她是京城第一才女。云瑶几不成诗，她念诵的诗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也传到了我的耳中。听到熟悉的诗词，我分神了一瞬。这一世的云瑶懒得学习诗词背诵文章，她挪用了上辈子我所做的诗赋，当成是她所创。云瑶对自己的才女头衔极为满意，打赏下人也出手阔绰，府中下人谄媚的赞叹声时不时传入院子里。一向对云瑶管教颇严的大夫人得知她的才名响彻京城，破例请了戏班子进了云家，惯着她整夜听曲，笑声曲声传入我耳中，我心底半点波澜也没有，更没有嫉妒不甘心。她迟早会明白，世上没有捷径，盗用别人的东西总有一天得还的。中秋当日，神女需要在祭坛上跳一曲七神舞，邀出天上的满月，为人间苍生祈福。没有几日便是中秋，邀出满月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前世的云瑶就没有成功。那时我才女的名声传遍了京城，惹得云瑶无比嫉妒，心神不宁。师傅教她七神舞，她根本没有心思去学，就连乔家的下人奴才也朗朗上口背诵我创的诗词，暗中称赞我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才女。云瑶数不清多少次从木桩上跌落，白净的肌肤上全是练武不精留下的伤痕。我去向大夫人请安，碰巧从云瑶的院子走过，听见她对着教她的师傅大发雷霆，世上哪有神？我凭什么把大好年华奉献给神明？当劳什子恪守清规的神女，我也要出去参加宴会，出风头，名扬青史。师傅被她气得久久说不出话。你烦心这样重，你是神女，为何要自降身份跟区区凡女作比？你跳好七神舞，才能求得上苍，为苍生降福，这是你作为神女应该担起的责任。师傅的话，云瑶一句也没听进去。前世中秋祈福那天，她毫无意外从祭坛上摔了下来，霎时明月隐去，天上乌云密布。后来整整1年，洪灾瘟疫肆虐，民不聊生。云瑶还是满不在乎，和我有什么关系？那些无用的百姓死了就死了，我是高贵的神女，上天又不会罚我。就在同一天，中秋宴会上，我跳了一曲百鸟朝凤舞，在夜色中引来五彩斑斓的神鸟，被视为祥瑞。一曲舞罢，满座皆惊叹，久久听不到一丝杂音。正是这一舞，我被裴景渊看中，接入皇宫，成为宠妃，又登上国母的位置。玄纪找来了一位女师傅，教我跳七神舞。她和玄纪一样，美得不似凡人，身上透着一股清冷的飘渺之气。她看了我好几息，才走到我面前，告诉我她叫九阴。虽然你是玄纪的徒儿，可我不会带你例外，学不好我一样会罚的。七神舞关系到天下苍生，你不可以懈怠。我点点头，跟着九阴师傅扎马步站桩。七神舞要求舞姿更轻盈，舞步变化也更多。饶是我有前世的舞蹈功底，还是从木桩上摔下来好几次，擦破了掌心，手腕膝盖上全是淤青。可我一声没吭，站起来又跳上木桩，继续练习。几天下来，对我不苟言笑的九阴也对着我师傅点点头。他心性坚韧不屈，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徒儿，怎么会没有飞升成功？玄纪什么也没说，清冷深邃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高强度的练习，每晚我挨到枕头便立马睡去。可这一晚，我半夜醒了过来，看见师傅玄纪和九阴站在一起，
双色的月光镀在他们身上，泛着一层光晕清辉。师傅的面容在光晕下显得清冷圣洁。多谢你九阴，从九重天下来教导我徒儿。九阴眨巴着眼睛，促狭笑了起来。他就是你找了几世的徒儿，玄机你为了他也付出不少。我师父沉静后才道，也是我教导无方，才导致他错过了仙缘。这一世我理当助他重回九天。师父和九阴的话，我似懂非懂。在睁眼，师父坐到了我身边，眼底泛着银灰。刚才都听见了，我心中不安，又很茫然。师父，我以前就是你徒儿吗？你找了我很久。玄寂轻轻冷淡地嗯了一声，一道光从他指尖流淌出，点在我额头上。青瓷，现在还不是你记起一切的时候，再等等。中秋晚宴那日，我换上洁白无垢的夜地长裙，等待月上中天，去偏远冰冷的祭坛上跳上一曲七神舞。云瑶带着下人破门而入，闯入我清修的院子。为了让云瑶大出风采，大夫人精心准备，为她赶制了攒金银丝绣出的华裙，层层叠叠缀满了珠玉，舞起来犹如人在彩霞之中。她身着奢靡华美的裙子来到我面前，每走一步，她身上的珍珠玉石都折射出熠熠华光。她趾高气扬笑问：云青瓷，你一定后悔了吧？我跳完这一舞，必然天下扬名，这些美名前世都属于你。你知道前世我有多嫉妒你吗？现在才女的名声，皇后的位置都被我得到，待会我将吸引皇上的目光，而你只能在无人的地方跳上一曲鬼都不会看的七神舞。我后悔吗？一点也不，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后悔。裴景渊有个宠爱至极却中年病恹恹的熹妃，为了他故意盛宠我，让我成为后宫争宠陷害的靶子。熹妃称赞了一句，喜欢我的舞姿，她让我这个徒有虚名的皇后站在她的宫殿前，穿着举世无双的凤羽裙，跳了一整夜的舞。她说喜欢我的琴音，裴景渊找来最好的玉骨琵琶，让我弹得十指见血，也不能停下。是熹妃想要欣赏全城风光，裴景渊为他修建了凤来台。面对百姓怨言，百官上奏，裴景渊又一次把我推了出去，向天下人表示他是为我修建的凤来台，他是这般宠我。文官在史书上写我是祸国妖后，百姓唾骂我劳民伤财。其实不用云瑶下咒杀我，我也会顶替那个宠妃被赐死。远远的灯火辉煌的宴会处传来丝竹琴声，奏起了我再熟悉不过的百鸟朝凤。我心湖澄澈又平静。我提醒过云瑶，这是他自己执意选的路，那就等他哭着走完。祈祷舞神圣，云家有规定，不允许有旁人打扰，所以祭台旁边一片漆黑，只有萧瑟的秋风吹过。我赤足踏在一方冰冷的石坛上，甩动衣袖，在月光下乘风起舞。3000青丝垂在衣间，一身浩然如雪，除此之外再无别的装饰。月光似乎被我踏碎，风拂过，广袖飞舞，青丝流转。我跳完，静静伫立在祭坛上，看着满天乌云尽散，露出了皎洁的圆月。我邀月成功了，这代表上苍愿意赐福人间。可是我回过身，看见的不是师父玄寂，而是身穿暗色龙纹，一双凤眸静静注视我的裴景渊。我一时茫然，怎会是他？他不应该在云家宴会上欣赏云瑶的舞姿吗？祭坛偏远，根本没有人会靠近这里。裴景渊目光落在我身上，一直没有移走。我摸了摸面颊，还好脸上蒙了轻纱。身为神女，我的容貌不能轻易被别人看见。他走到我面前停下，露出俊美夺目的笑。你是谁？传闻中的云家神女，可以为我再跳一曲吗？前世他的熹妃生病，倚靠在他怀里，轻声细弱地说，皇后舞姿绝伦，听说能引来神鸟，臣妾想亲眼看一看，不知有没有这样的荣幸。裴景渊冷着一张脸，对我下命令，穿上凤羽裙去给熹妃跳舞。那一夜雪落京城，地结寒霜，我跳了一夜，脚趾磨破，绣鞋里全是血迹，血又凝固在鞋袜上，皮肉和袜子粘连在一起，痛到麻木。直到熹妃醒过来，我才得以停下。那种痛现在回想起来还让我齿冷，今生今世我都不会为他再跳了。我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欠身行礼，保持着神女的高贵清冷，从他身边离开。裴景渊没有放弃，他亮出了皇帝身份，寻找云家起舞女子的下落。云瑶身上华美的裙裾还没有换掉，披头散发，哪还有半分京城第一美人的姿容，形如厉鬼冲到我院子里。皇上他为什么没有出现？为什么没有去看我跳舞？云青瓷，你做了什么手脚？用了何种下作手段劫走了皇上？他想扑上来，眼底泛着嗜血淡肉的红光，被我冰冷的眼神镇住，眼泪冲花了云瑶脸上精美的妆容。她似哭似笑，你知道我为了练习百鸟朝凤吃了多少苦，摔了多少次，天不亮就起来练舞，我从未这样用心过。凭什么我们已经换命了，他的眼中还只有你？云青瓷，你不是已经成了神女了吗？我把神骨都换给你了，你为什么还纠缠着裴景渊不放，自甘下贱？大夫人带人来了我的院子，她目光锐利，对自己女儿这副狼狈的模样颇为不满。大夫人向我敲打道，青瓷，你为神女，该为天下苍生奉献祈福，万不该生出情欲乱了修行。皇上无意撞见你，眼下正在云家寻找你的下落。我冷淡开口，没有一丝情绪。大夫人想要我怎么做？大夫人道，
把你的衣服换给瑶瑶，就说今夜跳七神舞的人是瑶瑶，你继续修行为苍生祈福，瑶瑶代替你进宫。云瑶转悲为喜，眼睛倏地亮了起来。云瑶也靠了过来，满眸的野心不甘。她压低声道：“你答应和我换的，云青瓷，你要是不答应换我入宫当皇后，我就把咱们换骨的事情抖出来。你不过是云家庶女，又偷窃神骨，到时候你只有死路一条。”我轻轻勾起笑容，我和你换就是了。在云瑶松了一口气，万分得意的眼神下，我们互相换了衣裳。她白衣飘飘出了院子，代替我出现在裴景渊面前。当晚，她就被裴景渊接入皇宫。一如我前世，她被裴景渊先封为了妃，却迟迟没有被立为皇后。云瑶入宫之后又如何？我无心去过问。我跟着师傅旋即离开云家修行，行善积德。师傅带我给贫苦百姓免费放药诊治，用驱除邪祟换来的钱，给流离失所的孩童妇人们施粥，搭建可以遮风挡雨的草棚。就这样，我们在外游历惩恶扬善3年，我心中七情六欲愈发淡薄，眼中唯有苍生和大爱。裴景渊和我的纠葛，仿若成了几世之前的记忆。想起前世他对我的种种，我心无恨无怨。师父目光静静落在我脸上，嗓音清冷：“青瓷，你的功德即将圆满，这一世不动情不动欲，便能飞升成为真正的神女，脱离凡尘。你很快要重回皇城，记住师父的话，这一世不论他对你做什么，都不要让他成为你的阻碍。”没过多久，我收到云家的加急来信，是大夫人亲笔所写。他在信上说，皇城中闹鬼，云瑶被邪祟缠身，命令我进宫帮云瑶驱邪。我背着师父留下的剑，踏入皇城，在流华殿内见到了云瑶。她见到我，美眸中闪过鄙薄：“这么多年了，你还在恪守清规，穿得像个尼姑似的，一年四季的白衣真晦气。”云瑶摇曳身姿，向我展示她奢华的月华锦的宫裙，随着她的翩跹姿态，头上的步摇发簪叮咚作响。“云青瓷，你后不后悔啊？跟着你师父风餐露宿，当神女，哪有做贵妃皇后来得好？这些本该是你的，可惜都归我了。皇上他非常宠我，夜夜都留宿在我这。”我神色不变，眸光微凝落在他身上。“云瑶，你说谎了，如果皇帝这样宠你，你也不会被怨气缠身，你手上欠了那么多条人命。”云瑶紧张起来：“什么怨气？哪有怨气？我是后宫宠妃，他们是什么东西，也敢缠着我？云青瓷，你别仗着神女的身份就敢胡言乱语，我手上干干净净，哪里害死过人？”他神色扭曲，咬紧牙抵死不认。我看得到一团团的冰冷阴气缠绕在云瑶身上，她们大都是女子模样，甚至还有未成型的婴孩。她的贪心太重，不允许有其他女子跟她争宠，更不许其他人怀上裴景渊的骨肉，所以他暗中下手，害死了一条又一条性命，巩固他宠妃的位置。毕竟这个位置，他费尽心思，千辛万苦才得到。我本可以帮他驱除，但云瑶不承认，我也不会多此一举。等他慢慢被怨气吞噬，宫人小跑进入流华殿。“神女可在这儿？”熹妃她突然晕倒，昏迷不醒，御医束手无策。皇上请神女过去。我没想到这一世没有选择进宫，还会再见到熹妃。云瑶霸道拦在我面前：“不许去，不许给那个病子治病。她是我妹妹，是我云家出来的神女，入宫是为了给我诊治。”宫人吞吞吐吐搬出了皇上，我心里明白，她才是裴景渊最宠爱的女子，云瑶也不过是给他挡灾的棋子。入宫前，我也听说了，皇上很宠爱云瑶，允许她代行皇后之权，赏赐她珍宝无数。可云瑶还是被逼疯了，弄得怨气缠身。裴景渊一袭明黄色的龙袍，踏入流华殿，声音不见喜怒道：“瑶瑶，你说不许谁去给希儿治病？”云瑶吓得跪在地上，眼中怨恨：“皇上，臣妾的淑妹好不容易进宫一趟，就要被熹妃抢去。”裴景渊笑着安抚她：“瑶瑶吃醋了，你想要什么，朕赏赐给你。让神女去救希儿一次。”云瑶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可是我看得出裴景渊对云瑶一点感情也无，他前世也曾这样安慰我。在我为熹妃跳了一夜舞后，血将鞋袜凝固在肉上，脱也脱不下来时，他来了坤和宫安慰我：“辛苦皇后了，希儿她身体不好，难免任性一点，你想要什么，朕都可以补偿你。”他给我的没有一点真心，只有补偿赏赐。好在这一世七情六欲我都不需要了。跟着裴景渊离开宫殿，他走在前面，突然停了下来。他流冕下的容颜俊美，眉眼又带着揣测不及的深邃。“那一晚在云家朕遇到的人是你，为什么不肯跟朕入宫，将朕推给旁人？”我神色清冷如故：“皇上，
我是神女，这一世都必须恪守清规戒律，不得动情念。他是帝王，不该不清楚云家神女应该遵守的清规。前一世，云瑶对他动情，撩拨他，就被裴景渊严词拒绝。裴景渊笑了一下，笑容莫测。神女又如何？我心口悬了悬，想起师傅嘱咐我的话：男人世俗情爱，只是我成神路上的阻碍。接下来一路，裴景渊没有和我说其他话，他带我到了熹妃住的暖溪阁，心疼地拥住昏睡的熹妃。神女，朕要你不惜办法让她醒过来。我看着穿着紫衣、面色如雪的熹妃，奇怪的晕眩感再次袭来。裴景渊眸光幽冷，宫中最近有邪祟作乱，还请神女留下为熹妃做法。朕不许任何东西接近她，伤害。很奇怪，在熹妃的身上我感觉不到邪祟气息，相反有一股若有若无的妖气。我不下法阵，寸步不离守在熹妃身边。入夜，一阵阴风吹灭了大殿中的蜡烛，本该昏睡的熹妃睁开眼睛，似笑非笑看向我。青瓷好久不见，你对他没有感情，为什么还要回他身边？熹妃，你也重生了。我没有重生，因为我就是妖啊。话落，他身后生出紫色巨大的狐尾，眼中闪烁幽绿妖光。前一世只要用万人性命修成凤来亭，我就可以拿回9条尾巴。偏偏你那嫡姐那么蠢，身为神女连和我抗衡的能力都没有，贪慕人间情爱，还亲手杀了自己的庶妹。这一世她还不死心，竟亲手抛骨，把神骨换给了你。不过青瓷，你没有记忆，一样不是我的对手。只要我吃了你的心，你就会魂飞魄散，再也不能轮回转世回到他的身边，这段孽缘也该斩断了。说罢，他巨大的紫色妖尾扫来，我拔出师傅留给我的剑，他已长出了4尾，我一时不察，抵抗不过来，被他尾巴重重击飞出去，在光滑的地砖上滑出极远，我撞在门扉上，吐出一口血。来人！我握剑艰难支撑起身体叫人，周围的宫婢全部昏睡过去，无一人知道熹妃是妖。她赤着足，紫衣成风，妖娆又残忍地来到我面前，她一只手掐住我脖子提起，猩红的骨架落在我心口。这么无用，以前的无情道道主的风光呢？你差一点就能飞升成仙，你轮回那么多世都忘光了吧？忘记裴景渊是怎么死在你面前的？你一心向道，心中无情，何其残忍！前世裴景渊那么对你，也是你欠他的。我被他掐住脖子，说不出话，胸口传来剧痛。熹妃即将活生生掏出我的心，一道金光落下，一剑斩妖，荡平妖血。师傅到了，旋即白衣踏雪，银发飞舞，从空中落下，将我抱入怀里。指尖聚起光芒，按在狐妖洞穿的伤口上。熹妃完全显化出妖身，是一只巨大的紫狐。她叫了声青藤上仙，旋即目光冷冽如雪，银色的瞳孔漠然无情。她身后出现金色的法香。他是我徒儿，你区区一只狐妖也敢伤他？你们这群羞无情道、冷面冷心的怪物！为了裴景渊，我再次毁掉修为，也要让他魂飞魄散！我想不到，熹妃身为妖，这样恨我。我和他到底有何纠葛？师傅放下我，指尖聚起淡金色的气。你害我2个徒儿，我不能再留你。就在熹妃扑上来的刹那，明黄色的身影扑了进来，踉跄拦住他。裴景渊早知道他是妖，他转身看着玄寂，这个人皇放下姿态，低声恳求：子熙没有害过人，裴景渊求这位仙长放过他。玄寂双冷的银瞳凝望着裴景渊，你为一个妖断送生生世世的仙子。裴景渊脸上闪过错愕，头疼欲裂的踉跄，嘴里同样呢喃着师傅。熹妃化为人形，把裴景渊抱入怀里。别想了，做凡人没有什么不好，我们才可以厮守终生，我才能生生世世找你。师傅不再言语，他转身，指尖聚光按在我头顶。立了2生劫，青瓷你该记起一切，跟师傅离开了。随着他指尖金色仙力注入，我渐渐记起一切。很多事之前，我是玄天门的大师姐，跟着师傅修无情道，而裴景渊是我的小师弟，我对他多有照拂。因为他先天资质较弱，我找来的灵草仙丹大多给了他，在秘境里也护在他前面斩杀魔兽，把对修炼有益的魔丹留给他。从那之后，小师弟对我有些不太对，每天等在玄天门的山崖上，只为了第一个见到我，红着耳根叫我一声师姐，还会在捉妖时若有若无往我怀里扑，气息不稳的喊我大师姐，求我保护他。等我一剑斩妖后，他凑过来为我疗伤，低着嗓音问我会不会嫌弃他太弱，
拖后腿，秉着保护同门的想法，我最多揉了揉他的头发，叫他不要多想，好好修炼。修无情道，断情绝育。我哪里知道裴景渊对我生了情恨，滋生了心魔。1个月夜，我被媚妖抓伤，毒素弄得我心烦意乱。裴景渊进了我房间，爬上我的床，眸光迷离问我，一起祈祷重修好不好？不得不说，小师弟生了一副好皮囊，出门猪妖驱邪，不少门派的女弟子都会偷偷看他。得知他修无情道，皆是一脸惋惜。但在我眼里，裴景渊这张脸和玄天门里的一朵花、一片祥云没什么区别。他的话太过荒唐。裴景渊和我不同，他上山之前就是富家子弟，锦衣玉食，而我是流浪的小乞丐，全家被妖邪屠灭，遇到仙门人下来捉妖，才找到机会抱上师傅大腿，被师傅收留，筑基修炼，才能超脱凡人的朝生暮死、颠沛流离。我太清楚凡间仙门中的弱肉强食，日夜只有一个念头：变强，成为自己的主宰。100年来，我是这般精进，才成为了无情道中年轻一辈的翘楚。弃道重修，差不多等于杀了我。他居然这样轻易说出这种话，我一剑横在裴景渊脖子上，滚下去！你不是裴景渊，是妹。裴景渊很执拗，拉着我衣袖，说什么也不走，絮絮叨叨向我倾诉他的情愫。大师姐，你对我那么好，为什么不能只对我一个人好？我们做道侣。他乱我道心，我忍无可忍，一剑斩了下去。裴景渊没想到我真的会杀他，猝不及防挨了一剑。我也清醒过来，脸色微白，向他道歉。裴景渊双眼赤红，眼底含泪。原来大师姐眼中没有我，对我好只是随手而为。我揉着鼓胀的太阳穴，万分后悔，不该对他太好。大家都是修无情道的，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想法？得不到我的回答，裴景渊不顾胸口伤势，从我房间跑了出去。从那之后，裴景渊和我疏远许多。我每日忙于修炼，找到的仙草灵丹，宁可自己服用，也不随意给人了。这件事我倒也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我带着仙门弟子下山除妖。这次除的妖中有一只罕见的紫色妖狐，它幻化出少女的人形，紫色的长发披肩，肌肤晶莹，楚楚可怜。这些狐妖以人心为食，死不足惜。只是他年纪尚小，还没来得及害人，日后长大也是危害一方的大妖。我挥剑斩草除根之际，裴景渊挡在我面前，他倔强与我相对，师姐可以再杀我。我再次头疼。裴景渊解下白衣披在他肩头，为他求情辩解。师姐不愧是无情道中的翘楚，毫无怜悯之心。他这样弱小，尚未害人，为什么连他也要杀？难道妖就不是一条命吗？裴景渊宁愿一命换一命，他赌我不敢杀他。最后他赢了，留下了这只狐妖，偷偷养在身边，屏蔽他身上的妖气，还给狐妖取了名字叫子熙。接下来200年，裴景渊跟这只狐妖朝夕相伴，吸取玄天门的灵气，加之裴景渊暗中教他修炼，狐妖也成了一只修为不低的大妖。我劝过裴景渊修无情道，当断因果，不宜和妖牵扯太深。谁知这句话，大师姐还在关心我，还是吃醋了？这200年你故意疏远我、冷落我，又看不惯我对一只狐妖太好。我对你好的时候，大师姐何曾在意过？大师姐眼中只有道，只有修行，哪里有过我？我深深看了裴景渊2眼，他和狐妖腻在一起久了，到心不稳固，越发不可理喻，迟早有一天会入魔。那只妩媚装出柔弱的狐妖也来找我，向我信誓旦旦保证，仙师，我不会干伤人的事，求你别把我从裴景渊身边赶走。我盘腿练气，压根没看他一眼，告诉他不用来求我，怎么选择是裴景渊自己的路。我隐隐感觉到额心滚烫，浑身灵气充盈。这些年不断的修行磨练自己，我快到了飞升之境。踏入9天仙门后，这些凡间世俗也和我没了关系。狐妖觉得我的话太过冷酷，不甘心道，仙师对裴景渊一点感情也没有吗？我早就听说过，修无情道的是世上最无情的人，只有裴景渊特别。他几次除妖，被妖气迷惑，都在叫仙师的名字。我冷冷睁开眼睛，与我何干？生死万物在我眼中没有区别。我心轻且坚，这句话传到裴景渊的耳中，听说他境界倒退，吐了一大口血，差点入魔，被师傅发现后，压着他重新入了静心池，剥离杂念。裴景渊痛不欲生，那只狐狸差点被师傅旋即一剑斩杀，是裴景渊用命阻拦，才换得子熙逃跑。不过裴景渊好不容易修炼的境界，所剩无几，和凡人差不多。师傅银发飞扬，飘在半空，清寒的银瞳中划过恨铁不成钢的心疼。他冷声骂裴景渊是孽徒，也是为了让他迷途知返。可是裴景渊没有迷途知返，他被心魔完全控制。在我飞升那日，灵气和金光在我身上翻涌，天门打开，只等着我踏云而上。裴景渊出现在我面前，胡子拉碴，一身白衣仙袍布满污垢，他像是彻底放弃了无情道，堕落了。裴景渊看着我，笑得癫狂。我本该助大师姐修成无情大道，可是我做不到。你对我那么好，心里却没有我，所有的感情只是我一厢情愿。是师姐你毁了我道心，让我对你动情，又被你狠狠抛弃。师姐求你别飞升，
同我在一起起了无情道。说这话时，他匍匐在我脚前，眼中满是哀求。我垂眸，从他身侧而过，没有停留一眼。裴景渊万分不甘，拿出佩剑，自枪在我面前。我死了，能在世界坚硬如冰的心上劈出一道裂缝吗？因为裴景渊的死，我被迫牵扯上因果，仙门关闭，我失去了飞升成仙的机会。那只他放走的紫狐杀上玄天门，看到裴景渊的尸首，又看了一眼我淡漠的表情，发出一声凄厉的兽嚎。他跪着爬到裴景渊面前，小心举起他的魂魄。随后他又对我露出獠牙：他那么爱你，青子为什么能无情至此？他死在你面前，你也不为他掉一滴眼泪。我没有逼他爱我，也没有逼他死在我面前。相反，他毁了我的大道。紫狐双眼流出血，愤愤道：天道无情，裴景渊，我替你报仇！他一下割断自己的九尾，用毕生修为诅咒我。青瓷你断情绝育，只求成仙，偏偏要你永生永世和仙门无缘，生不出仙根，只能当一介凡人。天道应了他的诅咒，我被剥离了仙根，所有的修为毁于一旦，生生世世成了凡人。只是没想到师父一直在找我，帮我重回仙门，他让我带着记忆重生，历了2世劫难，还了欠裴景渊的情和命。原本我还要重新修炼，哪知道云瑶送上门跟我换骨，将神骨给了我。我只要积攒够功德，便能重新飞升。沉溺于小情小爱，从不是我的追求。天道熔炉，众生熙熙攘攘，皆为柴木。我不愿做柴木，我要立于9天上，执掌自己的命运。随着我记忆的复苏，裴景渊也跟着短暂的恢复了记忆。他自枪而死，断了仙缘，也是生生世世只能做凡人。裴景渊丢下了紫狐，朝我伸出手，叫我的名字。他没有靠近我，师父手中金光化剑，孽徒，还要再害你师姐一次！裴景渊满眼是泪，跪在玄烬面前。聂如，师父，我道心不坚，不该修无情道。可是我是真的心悦他。我面无表情看他泪流满面的样子。玄天门上，你自尽在我面前，血溅我白衣，我欠你一条命。上一世我为熹妃起舞弹琴，血流不止，还曾为她治病割血入药。现在想来，不过是熹妃的伪装，她装出病恹恹的模样，让裴景渊无时无刻不注意他，关心他。我还记得前世裴景渊来找我，冷淡的表情，希儿又病了，云游神医说用天下最尊贵女子的血入药，能救她的命。青瓷你现在贵为皇后，还请你每月放血去救希儿。我差点站不稳，脚下踉跄扶着雕花木桌，不可置信，你封我后位也是为了他？放血入药，皇上你真的信吗？裴景渊离我很远，面容隐没在幽暗的阴影中，只有淡漠的声音传来，只要能救希儿，朕都愿意试一试。那把锋锐的匕首送到我面前，他声音没有一丝温情道：皇后放血吧。世人以为我是皇后，尊贵无比，皇上对我盛，谁知道我每月都要忍痛为他心爱女子放血，手腕上疤痕狰狞，凹凸不平，有时候需要割上几刀才能放出血。我单声开口，以血还血，以命还命。前一世我也因为你而死，痛苦至极，天道轮回，我欠你的早已还清了。这一世你莫误我成神。裴景渊慌乱无措，我说的那些事，每一件都清晰地从他脑海中闪过。他痛苦地跪倒在我面前，师姐是我的错，我全忘了。紫狐从后面心疼地抱住他，阿渊别去了，她这一世得了神骨，注定要成为9天上的神女。我找了你那么多事，陪在你身边，你回头看一看我。宫殿外一道锦缎的衣角一闪而过，准备离开皇宫前，云瑶拦住我，她手上沾血，脚下倒着工人，还觉得不够解恨。那个工人没了气息，云瑶的鞭子还是一下下抽在他的身上，血沫横飞。他抬起满是血污的脸，鬼气森森，露出狰狞的笑。云青瓷，你别想走，把我的神骨还我，那本是我的东西，我才是神女，飞升成神的人应该是我，不是你这个血脉低贱的庶女。他的鞭子没有抽到我身上，我指尖一弹，一道屏障出现，血淋淋的鞭子反弹回去，抽在了云瑶这张他万分在意、细心保养的脸上。他疼得捂住脸，凄厉唾骂：云青瓷，你是个贼！你偷了我的神骨，偷了属于我的身份。嫡姐忘了吗？是你逼我和你换的，你当验了神女，抢着入宫为后。我冷眼看着云瑶身上缠绕的亡魂怨气，青黑色的怨气又多了一道，是刚被他折磨死的宫帝。云瑶忍痛顶着剑骨的伤口，放下高贵的架子，跪着求我：我后悔了，可是那本是我与生俱来的神骨，不是你的，你应该还给我才对。我不想当贵妃了，我们换回来。已经晚了，神骨早已和我融合，没办法还给你了。我说的是真话，云瑶丝毫不信，她陡然变了脸色，每骂我一句，便牵动脸上伤口，疼得五官扭曲也不停下。分明是你抢了我的神骨，占为己有，不肯还我。
云清子，你当什么神女？我诅咒你下18层地狱！我没有反驳，没必要和将死的人做口舌之争。恢复记忆后，我跟师傅重回玄天门修。我闭关修行许久，转眼过去了几十年。出关后，师傅新收的弟子争相拜见我这个祖师。有些弟子刚修无情道不久，性子比较活泼，说起了我闭关这些年发生的趣事。在我离开后，裴景渊以人皇的身份带兵驻扎在玄天门下，恳求师傅许他见我一面。我提了几分兴趣，问后来呢？以师傅的性格，绝不会再让他上来见我。我自然也不想见到裴景渊。小弟子笑嘻嘻道：仙山圣地哪能让他这个凡夫俗子玷污？师傅没有出面，我们就把他打走了。他身边跟了一只狐妖，倒是很吓人。那只狐妖对刚入门的小徒弟下手，被大师兄用剑斩伤，几百年内成不了气候了。我以为几十年来的趣事就这么一桩，没想到还有。另一个小弟子说，他宫内一个贵妃欠了太多人命，被厉鬼纠缠，恳求玄天门弟子帮他驱邪。师傅得知后说了一句不用管，云瑶的下场是他咎由自取。小弟子绘声绘色描述，后来那个贵妃被厉鬼怨气吞噬。我入门这么多年，见过不少厉鬼大妖，还是被他的死状吓得够呛。听说她还是云家嫡小姐，皇帝命人把她尸骸扔出了皇宫，云家人嫌她死状凄惨，名声尽毁，也没人去帮她收尸。云瑶的魂魄被厉鬼怨气撕扯干净，连下一世轮回的机会也没有了。100年后，紫气东来，金光漫天，又一次天门大开，我终于功德圆满，即将登临神位。小弟子们不舍得聚在山门前送我，再没有人脏了我成神的路。踏云过天门，最先迎接我的是师傅。我规规矩矩念了一声青衡仙尊，师傅轻抬起我行礼的手，青瓷不必多礼。师傅说的话做到了，我身子一颤，心底涌起说不尽的感激。若不是他让我重来一世，我有没有机会立在九重天上，见众生也见自己？在天界，我也见到了曾到凡间教我七神舞的九阴上仙，他笑得眯眸，玄机眼光真不错，你果然经住了考验，是他得意的好徒。不枉他在人间生生世世的找你，只为渡你成神。我潜心修行，坐上了天界不多见的女战神，人间也为我立了庙宇，塑了神像。偶有几次入人间诛杀邪祟，和轮回几世的裴景渊相遇，他已经完全忘记我了。子熙不思修为，从9尾妖狐沦为了只有1尾的小妖。他留在人间，只为了一件事，找到每一世的裴景渊，让裴景渊重新爱上他。可这一世，裴景渊身边多了一个眉眼清冷出尘的女子，似乎和凡间时的我有一分相似。子熙为了得到裴景渊，不惜动用妖术伤人，他被裴景渊驱逐抛弃。他曾为一方大妖，修行近1000年，却跪在凡人的府邸前哭求，淋得浑身湿透也不走，求裴景渊不要抛弃他。我显露出真身，变出一把纸伞为他挡雨。子熙一脸的戒备，你不是成神了吗？怎么又出现在这儿？是不是对裴景渊余情未了，特意下凡来找他？裴景渊早忘记你了，他身边有个和你相似的凡人。说着，他笑得快意。我摇了摇头，为了一个男人自断修为，生生世世和他纠缠，就为了他爱你，值得吗？你本可以成为一方妖王，潜心修炼也能成仙，享无边自在，何苦呢？子熙妖娆的脸上一片苍白间挂起鄙薄的笑，你根本不懂，你身为斩断7情6欲的神仙，根本不懂情的可贵。为了裴景渊，我可以不惜一切，你做得到吗？雨停了，我收回了伞。他执着于情爱，我点化不了，既然无缘，我也不强求。没有过多久，我见到被天兵押上天庭审判的狐妖子熙，他狼狈极了，满身修为被废，一条蜷曲的尾巴黏黏的垂在身上，被天兵天将拖拽到诛仙台边，留下一地的妖血。我问了掌管天罚的仙官，他犯了何错？这么大阵仗，押他上天庭审判，诛仙台边戾气翻滚，不管是仙还是妖掉下去，皆会魂飞魄散，一点灰烬也不剩下。仙官恭敬道：青瓷上神有所不知，他逆天为嫉妒一个凡人，用妖术害了凡人女子性命。可那女子已和一个叫裴景渊的男人成亲，裴景渊见自己妻子惨死，也陪他殉情。那只叫子熙的狐妖变疯了，下黄泉和阴差抢夺男人魂魄，又去蓬莱仙岛盗取还魂仙药。可他修为太低，盗取仙药被镇守神兽发现，将他打得奄奄一息。他还不肯放弃，拼死也要抢药救回裴景渊那个凡人。这不惊动了天兵天将，押上了天庭。我抽了空去诛仙台边看了一眼，子熙被罚下诛仙台前，还在念着：阿渊，我为你做了那么多，我不后悔。子熙这个名字是你给我取的，我这条命便也是你的，用我一命换你活过来。他眼角流下淡紫色的妖泪，带着笑，仿佛满心欢喜，满足的为了一个男人落得魂飞魄散的下场。他私藏了仙药，救回了裴景渊性命。后来我还见过裴景渊几世，每一世他或贫穷或富贵，但身边从不缺女子，根本不记得曾有一个叫子熙的狐妖为他荒废了1000年修行，最后又为他魂飞魄散，什么也没有留下。